342天，塔图姆按时重返季后赛，迪龙大闹鹅城，布克致敬11年前的自己，首秀35分，属于文班亚马的马刺时代正式开启。NBA 季后赛第二天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Telfair，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、励志、有趣的篮球文化。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。今天的首场比赛，主场作战凯尔特人迎战从附加赛中杀出的76人队。时隔342天，杰森·塔图姆重新回到了季后赛的舞台。从2017年进入联盟开始，9个赛季，塔图姆与凯尔特人从未缺席季后赛。然而，去年东部季后赛第二轮对阵尼克斯的系列赛第4场，塔图姆遭遇了跟腱断裂。受伤之后，塔图姆在24小时之内立即接受了手术，然后他开始了疯狂的康复。25年10月，在受伤之后132天，塔图姆已经可以重返球场训练。2026年2月，他被下放到季联赛，为复出做最后的准备。尽管以飞速重返球场，塔图姆的内心却一直在坚信与恐惧之间摇摆，直到他与队友蒂尔曼发生了这次对话。I've been afraid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with you for a while. Do I still got it? X looked at me like, he like, what? If your name was John Doe and I didn't know you, I would have never knew you got injured. He's like, bro, you are ready. It was like a relief. I was afraid for somebody to tell me like, you a shell of yourself. 3月初，塔图姆完成了常规赛的复出，又在今天重新回到季后赛。在去年塔图姆倒下，正式宣布跟腱撕裂的时候，谁能想到今天他居然能按时回到今年的季后赛呢？ Today was probably the most excited and like relaxed and grateful I've been about, my 9 years of being in the playoffs. 本场比赛，塔图姆得了25分、11个篮板、7次助攻，而他的搭档杰伦布朗21投11中，砍下26分，凯尔特人轻松拿下第一场的胜利。今天的比赛，塔图姆穿上 JT4 的 Mustang 野马 PE， 这个配色的灵感来自于他那辆定制的1966福特野马。其实这个 PE 的配色方案从4年前2022年的 AJ36 就已经有了，之后1年塔图姆也穿过 AJ37 的野马 PE 配色。其实4年前塔图姆 AJ36 的 PE 故事，也是我们球鞋故事这个栏目的开始。不管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我视频，谢谢你们一直看到今天。东部的另一场比赛，在1号种子底特律活塞与8号种子塔图姆杜克的学弟，也是去年东部第一轮的对手班凯罗所带领的魔术之间展开。对于此前饱受争议的班凯罗以及主帅莫斯利来说，季后赛是一个新的赛季。Like I said, it's a new season. And now it's the playoffs, so it's an entirely new season. 在生涯之前的12场季后赛，班凯罗都能将自己的常规赛表现升级。而今天的比赛，班凯罗上半场就9投5中，得到17分，全场砍下23分、9个篮板、4次助攻，帮助魔术以下克上，战胜活塞。在前 NBA 球员卡梅罗·安东尼看来，此时的班凯罗已经彻底专注了。Me personally think that he really announced himself in this postseason. 但是对于班凯罗来说，每一场比赛都是崭新的开始。And it's just one game at a time mentality. 自从2008年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东部决赛以来，活塞就再也没能在季后赛主场赢过球。截至今天，活塞队已经在季后赛中遭遇主场11连败，刷新了 NBA 历史上最长的季后赛主场连败纪录。西部这边1号种子雷霆的对手是附加赛苦战2场的太阳。赛前我们上一集曾经提到的特雷杨的父亲 Ray Young 与弟弟 Timothy Young 都来到了这场比赛的现场。虽然特雷杨一直被称为纽约市长，但他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俄克拉荷马人，所以他从小就会经常来看雷霆的比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特雷杨的弟弟目前9年级的 Timothy Young 也开始了自己的篮球之路。赛前，德文·布克换上了一双新的布克2，这个配色的灵感来自于芝加哥设计师 Downey 的 Just Down 与 Jordan 联名的 AJ2。2015年，当布克还在肯塔基大学的时候，他穿着这双蓝色的 AJ2 Just Down 走上了 NCAA 的最高舞台 Final Four。那个赛季，拥有布克、唐斯、莱尔斯、哈里斯兄弟、泰勒·尤利斯的肯塔基，从第一场开始连胜37场，一路连胜到 Final Four。遗憾的是，这场 Final Four 对阵威斯康星大学的半决赛，赛季全胜的肯塔基第一次输球，结束了他们完美的赛季。而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太阳队也遭遇了一场大败。书接上文，在赢得与勇士的附加赛之后，迪隆布鲁克斯想要偷下第一场的胜利。We're gonna go out there and steal game 1. 比赛还没开始，迪龙已经开始了他的战争。他拒绝将球交给切特·霍姆格伦。第一节，他甚至击打了切特的面部，吃到了一次1级恶意犯规。但是切特对这一切毫不在意。第一节最后，他完成了一记压哨3分，帮助雷霆领先到15分。I wouldn't hand him the ball either, so I didn't take it personal. He has his persona.Persona 这个词源自于拉丁语，原意是演员戴的面具，之后引申为形象和人设。知名游戏系列《女神异闻录》也正是以 Persona 这个单词命名，不知道你玩过没有？除了切特，雷霆的主帅戴格诺特也非常尊重迪龙。
he's a guy we have great respect for. You know, he's really changed the last 3 teams he's been on. You know, there's been a kind of a culture of winning and a culture of defense. 但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ESPN 天团的查尔斯·巴克利并不同意迪龙的策略，他认为 SGA 并不会受到迪龙这些花招的干扰。And I love Dillon Brooks, but we need points. We don't need antics. Those are 2 different animals. This guy finna win his second MVP. Nobody's getting on this damn scale. 作为国家队的队友 ，SGA 对迪龙这位老大哥没有任何意见，他为迪龙献上了自己的敬意。Dillon's gonna affect the game regardless. That's what makes him a really good player. Like wherever he goes, whatever team he plays on, they play at a high level. They compete. They defend. And it's his mentality. It's infectious. 今天 SGA 穿上自己签名鞋的新配色是001的 Ink 墨水配色，这不是 SGA 最高效的夜晚。全场比赛他18投只有5中，但是他获得了17次罚球，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5分。对于这17次罚球，太阳队的杰伦格林意见很大。Couple bad calls were, you know, how we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in the playoffs and how, you know, the refs allowed them to play. I think it gotta be both ways. 但是 SGA 则坚持突破多的人就是经常被犯规。When you drive the ball a lot, you get fouled a lot just because most of the fouls happen on drives. And I drive the ball a lot, so. 雷霆这边最高效的球员是 J-Dub 杰伦威廉姆斯，只用29分钟的时间 ，J-Dub 就得到22分、7个篮板、6次助攻，为自己的新 PE 哈登10 Thunderbolt 雷霆 PE 完成了首秀。2年前他的哈登8就有过这个雷霆的 PE， 去年暑假的专访我们还专门聊过这个配色与他的灵感。What about this one? I don't really know the inspiration. Honestly, they're just thunder colors. I thought the bolts would be really cool. 这次这双雷霆 PE 的鞋身上布满了彩色的闪电图案，很明显从克罗辛那里汲取了灵感。球鞋的后跟还有 J-Dub 的庆祝手势。同时，这一次这个雷霆 PE 配色也会面向大众。本赛季 J-Dub 只出战了33场比赛，但是雷霆还是拿下常规赛联盟第1。他的影响力似乎有点被人们遗忘，但是他本人并不在乎。I really don't care what everybody else got going on, to be honest. So. 终于，上个赛季顶着撕裂的右手手腕，在总决赛砍下40分的 J-Dub 与全员健康的卫冕冠军雷霆又回来了。西部第2的马刺对阵开拓者的比赛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。赛前，马刺全员都穿上了黑色的正装。在选秀夜之后，这还是马刺队新秀迪伦哈珀第一次穿上正装。但是对于马刺全队与 Frostbank Center 的球迷来说，今天就是意义重大的一天。2019年之后，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返季后赛。赛前，马刺用对标的3种颜色做出了3种颜色的 T 恤，分发给了球馆不同区域的人们。But I would tell everybody you need to wear your shirt. And I'm going to make sure when I'm at the game, if I see you without your shirt, I'm going to call you out. So you need to wear your shirt. 本场比赛没有穿上 T 恤的人，甚至会被大屏幕点名。绝大多数的球迷都穿上了 T 恤，比如这2位黑人老头，还有这位。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没能遵守规矩。好吧，他们是马刺队史的传奇蒂姆·邓肯、大卫·罗宾逊、马诺·吉诺比利、乔治·格文以及波波维奇教练。3年前，他们一起见证了这个孩子的到来，而如今，他们在现场见证了他的季后赛首秀。I wouldn't say wait, no. I would say feel safe. If you trip, you know, there's a lot of hands that are ready to catch you. So it's from day one, it's felt that way. 上半场结束，维克托·文班亚马13投8中，已经拿到了21分。这样的表现引得 WNBA 巨星凯特琳·克拉克惊呼 ：“Wemby is ridiculous！” 文班真是太离谱了。本场比赛，马斯·奥林尼克就穿着克拉克的 PE 球鞋。同样在这场比赛，开拓者的阿夫迪亚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季后赛首秀。他交出了30分、10个篮板、5次助攻的全面数据。在 NBA 的历史中，除了阿夫迪亚，只有2个人能够在季后赛首秀做到30+10+5。但即使这样的表现，在文班面前并不足够。同样是季后赛首秀的文班亚马砍下了35分、5个篮板、2次盖帽，3分球6投5中。他打破了由邓肯保持的马刺队队史纪录，成为了马刺季后赛首秀单场得分最高的球员。但是文班本人并没有很满意。赛后，他引用了科比·布兰特在2009年总决赛的经典名言。这仅仅是文班亚马今年季后赛的第1场比赛。此时我们还不知道今年他最终能走到哪里，在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，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